歡迎嚟到 Sixes Station。今日我哋繼續講劍道，唔講 Sixes，因為 Sixes 實在太 depressing 啦。講起劍道，通常你會想象兩個人一人一劍快速交鋒，但你知唔知劍道其實有一種罕見嘅二刀流風格呢？我早幾個禮拜就喺個劍道比賽度親眼見到，同傳統一刀流劍道唔同，二刀流係一手長刀，一手短刀，一長一短，一剛一柔，創造咗一種獨特嘅戰鬥方式。喂，好似好犀利嘅二刀流，點解當今咁罕見呢？佢嘅實戰如何運作、裝備、技術、優勢，又係乜嘢阻礙佢進入主流呢？今日我哋一齊揭開二刀流嘅層層面紗。二刀流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傳奇劍豪宮本武藏，佢創立咗二天一流。二天指嘅係太陽同月亮，即係陰陽合一嘅劍術。核心理念就係利用一長一短嘅兩把劍，將攻擊範圍同速度完美融合，靈活變換攻守。現代劍道入面嘅二刀流係受呢一種風格啟發，唔係完全抄武藏，而係受佢影響發展出嚟。宮本武藏喺五輪書入面強調適應嘅重要性，用兩把刀唔係為咗演嘢，而係一種靈活應變嘅戰法，可以根據情況轉換攻防。佢鄙視僵硬嘅套路，提倡以二刀如一刀，邊把啱用就用邊把，流暢如水。呢種理念同規範嚴謹嘅劍道形成強烈嘅對比，但亦都成為二刀流吸引人嘅地方。隨住劍道標準化發展成為一項現代嘅運動，二刀流卻逐漸消失。劍道宗師內藤高志等人並未重視佢。二戰之後，全日本劍道聯盟甚至禁止中小學同大學比賽使用二刀流，直到1992年先解禁。點解佢會被冷落咁耐呢？第一，呢種打法學習難度極高，絕大部分多座都冇教，令到規則難以標準化。第二，公平性問題，短刀可以鎖死中線防守，而長刀負責反擊。呢種打法令到比賽節奏好慢，成場比賽可以拖成和局。第三，喺團隊賽入面，熟練嘅二刀流選手可以透過防守拖延時間，逼和對手嘅主力。呢種戰術被視為同劍道講求果斷勝負嘅精神背道而馳，所以成個流派都被邊緣化咗。但隨住規則變得更包容，對多樣化風格嘅欣賞增加，二刀流終於喺1992年於大學劍道比賽正式解禁，得以重生。不過高中生以下依然被禁止使用二刀流參加比賽。由於日本曾經有禁止二刀流嘅時期，導致二刀流嘅指導者較少，再加上多數劍士都係由細到大學習一刀流，因此喺大學後改練二刀流嘅情況極為罕見。呢個就係日本二刀流較少見嘅主要原因。一般嘅一刀流只係用一支 shinai， 標準長度120厘米，用兩隻手握住。但二刀流就係一長一短，長嘅叫 daito， 長114厘米或以下，比一刀流用嘅短，因為佢要用單手揮舞，需要靈活而非重量。短嘅叫 shoto， 長62厘米或以下，輕巧靈活，一般負責防守同埋牽制。劍道規則對重量有嚴格限制，男性嘅 daito 至少440 gram，shoto 就280至300 gram。你以為去買把短啲嘅中學生 shinai 就 OK？No， 其實大部分都要自己整，因為短咗嘅地方其實係喺劍柄嗰度。根據武藏會嘅指導，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拎支39號 shinai， 喺劍柄切短6厘米就成為 daito 啦，再切頭切尾就可以變埋 shoto， 之後再裝上合適嘅劍柄，自己整、自己試、自己適應，呢種 DIY 精神變咗學二刀流嘅第一步。一般嚟講 shoto 負責防禦， daito 負責攻擊，但係實戰入面可以隨時轉換。二刀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完全改變咗傳統劍道嘅握劍方式。正二刀係標準握法， daito 反而喺右手， shoto 喺左手。逆二刀就調翻轉， daito 喺左手， shoto 喺右手，為左優或者想改變角度嘅劍士開啟咗新天地。宮本武藏主張兩隻手都要獨立控制刀劍，最後二合為一，變成最流暢嘅戰鬥方式。另外，二刀流嘅劍士亦習慣隨時改變 kamae 嚟應對戰況。Chudan no kamae， daito 同 shoto 都保持 Chudan，
劍尖指向對手嘅中心，呢個係最基本嘅 kamae，亦係其他 kamae嘅起點。Joge Daichi no kamae，將大舵高舉準備劈擊 ，shoto 喺下方護住中線，係現代二刀流入面最常見嘅 kamae。Gedan no kamae，由於現代劍道唔再允許由下往上斬擊，因此呢個 kamae就較少使用。Juju no kamae，喺超單嘅基礎上將大舵同 shoto 交叉，呢種 kamae 喺以前實戰劍術入面最為常見。Ryo Jodan no kamae，大舵同 shoto 都用 Jodan 全力進攻。Kasumi no kamae 係一種防禦姿勢，將大舵打橫舉起 ，shoto 護住中線，基本上冇 opening 俾人攻擊啦。然而二刀流冇絕對固定嘅 kamae，一切依情況變換。呢個正正係宮本武藏嘅哲學，適應，否則你就會被擊敗啦。喺技術層面，有所謂嘅二刀一心，以二刀如一刀。例如 Man Ojido，shoto 擋開對手嘅 Man Uchi， 大舵同時劈向對手嘅多。又例如 Suki Osai Man， 用 shoto 壓住對方嘅 Suki， 大舵再打擊 Man。二刀流仲提倡所謂嘅陰陽之足嘅 footwork， 唔理左腳定右腳行先，總之兩隻腳如影隨形一齊移動。呢個同一刀流真係好唔同喎。當今劍道由一刀流主宰，但係二刀流都有佢嘅代表人物，例如戶田中南，佢係劍道範士八段，喺2016年過身。佢嘅二刀流通過咗劍道八段審查，成為歷史上第2位獲得八段嘅二刀流劍士，亦被譽為日本二刀流嘅第一人。雖然有啲保守派覺得二刀流喺現代比賽唔夠實用，甚至只係花招，但戶田就用實力證明咗，只要修煉到極致，佢就係殺手級嘅技巧。如今二刀流正喺全球復甦，因為推廣二刀流嘅二天一流武藏會喺網上設立咗網絡多座，連結全球嘅劍士交換影片同埋解釋技術。呢個概念源自60年代方關富三郎嘅遠程教學，而家已經完全數碼化啦。佢哋仲編製咗13套二刀流嘅 kata， 例如 Man Oji Hidari Do，shoto 格擋 Man Uchi， 大舵順勢斬向左邊多。去到呢度，二刀流已經發展到唔係以前嗰種毫無章法嘅自學，而係有晒系統嘅結構啦。自1992年解禁後，大學劍道界開始復興二刀流。2007年，山明信幸首次代表德島縣參加全日本劍道選手權大賽，並喺首輪比賽擊敗強敵東京都代表。呢個係時隔38年再有二刀流選手參賽，被譽為歷史性嘅勝利。而山明信幸喺2023年都獲得八段咯。二刀流風潮已蔓延至全球，從美加到歐洲，越嚟越多劍道愛好者為佢着迷。呢一切嘅推動力，正係網絡社群提供嘅學習資源。咁點解二刀流始終都係咁罕見呢？因為學習二刀流係一座高山，技術難度極高，戰術異於常規，仲曾經被禁賽幾十年。一般人必須先學幾年一刀流，證明自身實力，然後向先生請求允許，先可以收習。但如果你可以攀上呢座高山，迎接你嘅呢，將係一個全新嘅世界。佢唔單止係一種唔同嘅打法，佢甚至可以強化一刀流。單手揮劍嘅訓練，能令你嘅手腕更加靈活。timing 亦會因為習慣二刀嘅混亂而變得更為敏銳。最重要嘅係，佢令你能夠以任何方式揮舞任何武器，呢樣先係宮本武藏嘅真正遺產，一種唔受束縛嘅劍道。講到呢度，你有冇見過二刀流嘅實戰呢？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想睇更多劍道相關內容，記得 subscribe 啊！我哋下次再見啦，麥得你。